啊，还有照片呢。哇哦，回忆满满啊！我刚知道他们还背景呢。陪你追日落，那个是漂流瓶啊，爱心的那个漂流瓶嘛。我没留意到。哎，志胜他们不是在这里拍的吧？哦，他们在楼上拍的。哦，好快呀，时间过得。什么意思？我是老花，不是瞎。哇，我戴着眼镜就猜你看。好，准备好了。哎呀，有点紧张啊。不用。哎，今天特别开心，又见到我们曾经的一起的室友了，可以跟大家一起。哎呀，对不起。日暮时分，说我爱你。再松弛一下，快乐水。要不重新来一遍？我们大家一起跟陪你追日落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吧。哎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日落时分说爱你男嘉宾刘玉刚看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日落时分说爱你的女嘉宾刘梅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日落时分说爱你的嘉宾徐东新。不应该说叫椰子哥吗？椰子真。大家好，我是日落时分说爱你的王子纯，叫自己给自己鼓掌。这一次见面好像特别开心的样子。对，最近大家都忙些什么呀？为啥一直看着我？就你先回答。我最近忙着在请Ken哥吃火锅。回到生活里面去，其实工作就开始回到常态化的。像我们设计院的工作还是有一点忙的，就是到年底。那随着节目的播出，其实生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，有很多网友的反馈啊，然后和我们的互动啊，就这个是我们生活里新的一个内容。我的话呢，就每天睁开眼睛就开始回评论，回到晚上1、2点左右吧。我看到了，你每条都很认真的在回复。对，一天回个10几个小时了。你要挑几个觉得有意思的，可以分享给我们大家吗？我现在突然忘了，我要就比如说，那个你不做饭，平常我不做东西的。你不要提我的这个。哎，我想到一个细节，就是那个我们去超市，然后那个鱼突然跳起来，好像有虾是吗？特约来的，他故意跳出来做一下效果。那你的那虾，我觉得一定跟王老师学过跳舞。应该是的。真尬你们。最近一旦开播，生活又有大的变化了。我的微信砰砰砰砰砰，就是一天到晚就响个不停。我身边的同事居然有很多认识。哦，是吗？很神奇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为什么要上节目啊？早知道我们组个火锅局就行了。”我觉得我2个孩子其实没想到他们也会去追这个节目，在剪辑上，在内容上是挺厉害的，比一些他们曾经追过的一些年轻人的这种恋综节目有很大的反差感，所以他们觉得很好玩。那Joe呢？主要你那个宠物狗哦，我家狗，它也被我逼着一起看的。对，我还有一个评论，对不对？他叫我不要出糗就好了。最主要是还是我好朋友是最感兴趣的。哎，什么时候跟啊？我们表情包不够用啊。出糗的每个瞬间吧，他们觉得很好玩。朋友都会很好奇，因为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经历，觉得有身边的熟人出现在恋爱综艺里面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儿，都是表示好奇心和祝福，然后更多的好奇心就被我摁回去了。大家还是很享受着我们呈现的这个状态，非常阳光，非常阳光吗？不都是爸爸个心眼子吗？还阳光呢？那我没有在说你啊。这个我真的是，我的成长是来自于节目播出以后以及各位网友的评论。高密度的成长。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，可能就是得体验，不可能永远只有快乐。你体验有多苦，你才能知道甜有多甜。我觉得你应该出一本情话宝典，包括我是哪个厂的，心里的人，包括我的驾校，这些梗就不断的被我的朋友来回来去的跟我在开玩笑。我觉得还是那句话，男人这个情绪管理很重要。刚有行了，我又可以了。
好了，大家刚才聊了这么多了，抓紧时间赶快看节目吧。好，看看我们自己到底发生了很多什么趣事。说短信，我看一下，写下你心中最向往、最浪漫的约会场景。哇哦，确实，就是别人的这些信息我们是不知道的，不知道，只知道自己。对，又该你了。对，真的是咱们自己看不到的视角哈。这3个在前面唱歌都好奇怪。让我想起了《笑傲江湖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给谁了？我点李李的。年轻的投资人好像影响是本身就是找在喝了。又开始你的经典动作了。你看错人吗？我想问一下。他要重新确认一下规则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非常严谨。我还给错。就我一个人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啊，没有，还有人回来。你看我跟着你就下来了。对，你看你，你是来打架的吗？我是来走时装秀的。你怎么老看着就不像好人？人不可貌相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接上去嘛，对不对？对对你。后来有没有说对不起，给错了？那不是你吗？然后又拿起眼镜来看一下。邀请你，哇，厉害完了！你看我多痛快，你这么有型的吗你？这么害羞的吗？都不敢看人家。反正我没看你。哟，椰子水哥来了。我看到他那儿落了2个，因为还有一个是他自己写的，所以我觉得已经有人要约他了。这么受欢迎啊！谢谢。情敌呀！哎，我第一次知道你投给也是李李，其实我也不知道的。我以为就我有情敌呢，原来你没有情敌啊！还是有点小窃喜。哟，帅哥进场了。有点紧张，心跳加快的。特种兵不应该啊，特种兵应该坦荡荡啊。给你张邀约卡。谢谢。谢谢。可能王老师不一定愿意喜欢他，但是收到一张卡肯定是都高兴的。你为什么要喝水啊？突然之间是不是有点不自然？是不是特别期待？现在有没有水？求救求救！你看给王老师美的。对啊，刚才都没有这样拍手的。对。挺好的呀，因为我可以反选啊。我觉得你这身衣服特别帅，我觉得应该再拿把猎枪。没投你的，都梆梆梆梆都给打死。看你们都没有时间陪我在这儿看了吗？啊！然后最后留一个，你打算留谁？我就想问你。留一个啊！成年人哪能做选择呀？我都要。那你拿的是那个套马绳啊，都一个都给套住了。我听到敲门了，我以为啊，丽丽来了。Hello。但我开门的时候是看到梅，我说是不是来做房间呢？邀约卡。哦。对呀，虽然没收到你的，但是我可以反选。然后我但是我应该是干嘛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就是今天你必须2个都做。那我今天可能时间不够我不知道。因为你这个是你不能推我的。那我也要问他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还也挺佩服你的，自己的爱这个去追求的这个点，我觉得跟看哥有点相像。也有网友说，为什么我们俩不能在一起？同样的性格。哎，我去，我这脸红了。我们这个做饭是，需要多长时间？大概我猜，因为我要跟他们怎么安排，想说就带你去学一个简单的东西。我其实咱们几个可能得商量一下。学一个比较。哎，就已经没办法了，这个必须得选的，对啊，不能摆烂呀，对吧？对。
我确认一下他的时间。加入群聊。不是咱们4个人的，你在那等着，去那儿等着我去整。受气包嘛，不是？特别受气的感觉。我是肯定要是夕阳和晚上的，要晚上吗？对，那我们没事，我的反正我们他不能拒绝我的，因为我是反选。你看，你一直在强调不能拒绝我。不，他那个规则是不能拒绝。我觉得人生没有规则。好吧，你说的对。其实可能我还是带入了一个工作的习惯，被激发出来了。在这种环境下，那种肾上腺素分泌，我已经这样了，我就要争取。也希望理解，就是那时候不想给你压力啊。已经给过了，所以已经收到了。你饿吗？这么密吗？你确定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把钱凑到一块儿去买刮刮乐。就如果刮不中，大家就在小院里面不出去。不是，我真觉得应该是去投资。越是少的钱，其实越需要你去想办法，花心思做一些事情。那怎么能在100块钱之内去让对方开心，还能达到目的？我觉得这个是考验我们的应对能力，看出我们的价值观、生活观。你那儿有车吗？啊，就是我想等一会儿用辆车。你这么多朋友的吗？在那边？我当时在吃那个猪脚饭的时候，老板都跟我成为朋友了。那这辆车有什么呀？对。那个，你不是下午出去吗？然后我去找地方，那个东西我来准备，你就过来就完了。行。男人啊，徐工，不是那个壁咚的时候那个羞答答的样子了。下午给你买花去，就一只就行。你别操心了，你这个口啊有点往外溢了。故意的。嫌嘴唇厚是吗？就显得嘟嘟红温了。哦 ，Hello Lily。那你等一下再出。哦，你在里面的吗？我不知道的。你诚心吧？藏的人。他不是在车底，这次是在屋里。不应该在那里。我不知道。这边。哎呦，我天！小心。哇哦！熬什么你们？在线课堂。哎，那天你不是一个人？对啊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也没想到那天是要跳舞。跳舞了？你这个听出的意思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其实那一刻我一点都没懂，知道吧？你怎么能跟刘梅跳舞呢？我觉得就这意思，你应该跟我跳舞啊！哎呀，在线搞事情。第一次见到图图的时候，他讲话是有一点快，然后呢聊2句，你想知道我什么？换你来，我就很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在考试。你看你给李李逗的，给他逗的是吧？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你其实也是特别有幽默感的人，这么看你们俩还挺有夫妻相的。别说那徐工在撅嘴巴呢。哦，好想买束花。买束花，等一下，我看尽量把费用降到最低了。徐工别着急，这时候我再去给李李买花。我觉得你的奉献精神还是挺好的，就是你满足不了自己，成全这个兄弟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完全都没有在听的，我一直顾着在看。你看你喜欢吃哪一种的菇类？你干咱们是不是还得找一个便宜的呢？这好有2口子过日子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李李倒是挺适合我的。你现在才发现吗？后悔啊！你没给他买临期产品吧？我怎么做得出来这种事呢？那个叫临期商品，你说我。来，这没事。我来，没事。你的花买回来了吗，徐工？人都开始过日子了，你的花再买不回来就瞎菜了，你知道吗？正在跟老板协商。现在就现在我做了酱汁，蛋白要流出来，哇，加蛋黄。你是在显摆，我知道。里面的笑小声一点啊，我听到的啊。
哇，有这么多戏吗？徐工，散了吧，人俩都忘了你了。我在买花儿。彩虹，哇，那边这这么好吗？上面往上面一点看，哇！哇，偶像剧啊！哇，太甜了！哇塞，这个机会简直是绝了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用100块钱了。其实100元就代表的是满分的意思。哎，你有看到吗？我在买花。哦，好想买束花。这个时候我再去给李李买花。没事，用来跟老板协商。我在买花。我在买花。你是回北京买花了吗？特别远，1个小时单程。我想说我帮你买回来嘛，超市的时候顺便。谢谢哥。您好，我不是一骗子。这个是我的身份证啊，这个是驾照、护照、港澳通行证，我所有的带照片的东西我都带了。你要不把表给压那得了？就我不是骗子，我的身份证件我给您看一下。就是这句。你再说你就是个骗子了。如果您这个店将来要翻新，我免费给您做一个设计。我发现了，你就是一个骗子。确实自己看自己也挺有意思。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看也 OK 的，我觉得比较自在一点。跟你们一起看，我觉得好怪。真的，我觉得你做的细节东西很多。这么看来，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炫酷。其实你们做了很多这种花心思做的东西，我觉得挺佩服的。我等到9点半快10点我才见到他。那天，那时候你还在等呢吧？我们见到他们俩的时间应该差不多，我觉得天都很黑了，而且就很冷了已经。真难等呀！哎呀，不客气了啊，我先尝一口再给你吃。今天怎么样啊，郭导？还行吧。说说我听听。我说你在审讯呢。没有，我们在聊，那总要聊天嘛，对吧？想问你个问题，你喜欢一个女孩子，就是做了很多这种用心的东西，完那个时候，你现在是什么一种状态啊？就是胃有点痉挛的感受了，是胃痉挛的问题。对，而且就是等特别晚，我穿的衣服还少。就第一天也是胃疼是吧？哇，对，胃很不舒服。所以李李其实最喜欢胃疼的人。学了一个早餐学到晚上9点，学了一个早餐学到晚上9点。哎呦，你这要等好久。你这话里有话吧？哎，咱俩换个位置，你坐到这块来。是蓝里面透着黄的，对吧？所以其实先铺浅色的，再往上压深色的。对，其实油画就是层层叠加的嘛。特别对，说的。对呀，你站到这头来，有点厉害。我觉得你又是在炫技呢吧？李李对我的绘画水平特别不满。周哥现在是不是觉得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特别想打徐工啊？怎么会呢？你别老叹气。我做完没到呢，我做完没到呢。怎么老叹气呀？我难受啊，我就是胃不舒服是吧？我不舒服，我还不能。行，我是说你要，以后舒服了之后，不能老叹气，知道吗？你发现没有？就是我觉得作为女性，她就是这样。除了你需要做很多事情，其实你的沟通方式和表达方式你没有到位的话，其实依旧女孩子会有情绪的反应。是。其实，徐工也好，其实我们那天大家都是从一早，然后一直花心思在准备，
然后一个约会。对，因为你也是一个时间安排很注重时间安排的人。对，因为我们约会完以后，我们也是赶过来，我们就马上要跟你们，所以大家都累的那天，大家都累的。行吗？这个贵是吧？要不这个不要了吧？这个我也不要了，我买了新鲜的米线，60块8毛2。OK， 那边有视频。这一集播的你有点多余了，这是我们3个的事，跟你们没什么关系的感觉。也是啊，对不对？好像前面都是我们3个。要不我在说笑呢，我笑你们呢。咱们走吧。走了。不有我了吗？对，那我们3个回去吧。那这集你都回去吧，都散了吗？你们来吧，可以吧？谢谢。这你说背的那段。对。哇，这个给力，这个真的是男友。我跟你说，我是那个火车站工作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比如说背人了、扛箱子都没问题。就是猛禽，就是你在屋里换衣服，他穿好皮衣去找你的时候，我正好从那儿下来，我就从他表情里看到了一丝丝少女的羞涩。你的意思就是，除了你观察李的时候，也在观察马晴是吧？哎呀，好欠这个。你要抱着我，抱腰。哦，好。哎呦！超甜的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不，就是如果没有经验的话，我只要一给油，后面就甩出去了。对。哇，好羡慕啊！我还羡慕你呢，粉色小跑车。我们是2个轱辘的，你是跑车。欢迎你们2个来到美丽的爱妻之都，祝你们2个白头偕老。白头偕老。哦，好会呀！你花钱安排的吧？95块都花在徐工教我的，徐工教我的。学点好不行吗？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嘛。我们其实慢慢的去感受一下这个真的自然。对，就有些时候真的不用说话。对，太帅了，太帅了。你说人还是风景？我说我呢，帅死了。50岁还能这样，我觉得值了。这个好。哦，我们也有这种照片了。我以前没拍过吗？你这个有点18岁的感觉。装嫩呗。不过那个时候真的是发自内心的，因为我以前喜欢骑车，但是几乎没有说带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去驰骋。可能我觉得那个时候终于有这个照片了。我能扶你一下吗？行。你笑什么？只许那个周扶，那个扶的好。不是人家扶没问，你这个问了，主要是。我人就是喜欢直接说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说他不想扶，我就不扶了。我想要干的事情，我就先表达，决定权留给对方嘛。对。你先把这个鸡蛋吃了，快，对。我觉得马晴也做的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，男人给女人花钱，他就会觉得要大方一点，那肯定是这样，就是因为100块钱就比较羞涩。这主动是说我们就吃这个，我们没有什么浪漫的这个烛光晚餐，也没有什么露营装备，我们就是一个猪脚饭。但是我觉得你在阴阳我们吗？这样还叫阴阳吗？都讲得这么明了都。没有，其实我是在夸马晴，他有为你着想嘛。对。梅姐，你也别看星星了，我觉得直接坐到等明天早上看日出就行了。我送你个笋。天亮了吧？我第2天早上到的。后来几点见到的？不重要了。你看那天的夜景多美呀！真的是挺美的。然后这种你的穿搭，然后有这个拿一个吉他，这个安慰我。那真的是挺美的。那天我也学到了东西。学到了什么？学到了为一个人等待没有情绪，我觉得也是一件对于我的修炼吧。这样就已经比他们里面的棒了，而且我相信他们没有一个人像我们吃这么多东西。谢谢你的安慰。马不停蹄啊，也蛮辛苦的。我还学到了，
一个人不能有太多船，都会很累的。你们做了什么船？哎呀，我做个很简单的，就班里迪蛋而已。那你得欠我一次啊！欠你是什么？我要吃啊！我要吃啊！我不是我煮啊。啊，不是你煮啊？我那个李李煮啊，我教他煮啊，我教他做啊。我能吃上吗？没有，我在教，我可以教你啊，也可以教你啊，都可以教啊。你认识没这么久了，你不知道他的土味情话吗？说真的，我跟你聊天我是没有压力的。你看，昨天跟李李了。哇，梅姐真是切入主题啊！谁？李李，眼睛里不会有沙子呀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说话小心啊，小心旁边有猎枪，我跟你说。没有，我们俩那天聊得挺好的，我觉得。对，你还有意思说那天，大家这么重的背包还丢给我，我一直背着在路上一直走。所以那个原因你没第二天投给我。对，其实一看就。而且我觉得你挺赞的，就等了这么久，你没有，我没有给他发1个消息，没有对，而且你也没有表现出这种不耐烦的那种状态，自己享受当下吧。对，这也是蛮赞的。Hello， 回来啦！你看，哎，今天我干活，你看我干活成什么样？看看，梅姐就开始出招了。还好你这是血，我看得出来。不是你都没觉得你。等于你逛了一大圈，你都不能安慰我，拉着露营车拉了几趟，然后一直在说哎辛苦了。我不知道，我都忘了很多都，对，那一天很多那个我都没有太记得。你想想，你从早到晚忙，然后呢又要接触2个，其实你的情绪不能那么专注。对，其实怎么说呢，还是多少有情绪在里对，面。其实因为还不光是纯等，其实是理解，是一直在做事情，然后。而且任何人不会是说花那么多心思，就是没有目的的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不用做任何的这个什么结果的评价，我觉得对，但是就是大家能花心思，能用心做到这个地步，我觉得就是给自己吧，对，一个大大的赞扬。其实结果已经不重要了。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可能确实被男生宠惯了的，就没有去做过这些事情。是，原来我更多的我可能享受的都是接受爱，我只是做挑选，但我从来没有去主动的去问自己想要什么，或者去付出什么。这也是第一回去做，就是会感觉到没有反馈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你人生就是这样，你付出也不一定有结果，你是在为自己可能营造的这种氛围再去付出努力，但是可能这份爱也许可能与对方无关。我觉得但为自己努力了也不错。瘫了，那天太累了，真的是累到崩溃了。能快放吗？看不下去了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觉得特别就可以加分的，真的是。真的吗？抱抱。咋了？为啥要抱抱我啊？就抱抱吗？别的女的都被伺候，只有我伺候一男的。你伺候哪个男的？那肯定周一啊。你为什么要伺候他？我老受伤了，不乖。我没有确定你今天一天都没有，我这不就是这一会儿就。我明白。他也明确的说，也一直很喜欢跟我聊天什么的，很放松。然后就有点担心。但是我做了什么事吗？你没有做任何事情。没有跟你没关系，真的不用有压力。我此刻也就是被自己，我从来没有做到过的自己打动了吧？啊，明白。没事，我也没跳过舞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感恩。打平了这样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兰，也是这个节目的顾问。大家在相亲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，其实我还是蛮懂的。像刘梅看着好心疼啊。对，一个厨师跟那个女嘉宾2个人手摸手在切菜，而他在为你一个人准备晚餐。这个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很尴尬的氛围当中，你感受到的那种不愉快，到底来自于哪里？这种难堪是仅仅是因为我等了莉莉2个小时，我等了就有2个小时吗？
还是说我们的人生当中过去也有过一些这样的时刻，而那个时刻我们都是很痛苦，所以我们尽量在避免那个时刻。当这个时刻不期而遇的时候，我们的那种情绪该如何去面对？那我们在未来的人生过程当中，如果没有相处的问题，我们会不会一辈子永远都是顺境？当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，被动的要去等待的时候，或者不如意的时候，这样的时刻我们该如何度过？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修行。所以我今天过来跟大家聊聊，尤其是徐工和刘梅，我今天看着很心疼你们，到时候我们有点时间单独聊一聊，好不好？那咱俩走吧。他们2个约会很成功的人，祝贺你们！这个第5期的成功不见得后面一帆风顺，我也期待着你们看到未来的你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，然后看你们是怎么处理的。感谢今天大家观看《日落时分说爱你》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我们后续再见。好，下期见，记得追更哦。打开腾讯视频看《日落时分说爱你》，每周4、周5看正片，周6看惊喜加更，更多甜蜜时刻等你发现。每周日、周1陪看正片，超多内容想不停。这个能帮我再往里面推一推吗？完全里面啊 ？OK 是吧？完全里面，完全里面了。不是里面 OK 好。给你张邀约卡哈。给你张邀约卡哈。谢谢。谢谢。开一下。小心，小心。我来，没事。腾讯视频 TV 版、极光 TV 同步播出，大屏观看更沉浸，畅享极致视听体验。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更多追剧资讯，领取专属优惠。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、大屏观影等特权。腾讯视频 Jump 卡，年轻人专属会员，享亲临现场等10大权益。关注腾讯视频 VIP 官方账号，最新会员权益、福利资讯抢先知。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你耐心点，这老师。